呢個屋苑坐落喺西環，每一伙都可以望到全海景。一直以嚟咧都係用實力說話。直至到去近年有一位歌手進駐咗之後，就更加多人留意。講緊嘅就係唯一。由英皇國際發展喺2012年入伙，樓齡大約13年。今集我哋會參觀一個兩房放盤，業主最近減價求售，仲要低過銀行估價。但明明屋苑有一定實力，究竟點解呢？睇完之後，大家記得留言同埋 CLS 三部曲，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仲有撳埋旁邊嘅鐘仔搶先睇啦。單堂盤唯一係2010年4月中政府公布9招12式規管樓花銷售之後第一個推出嘅新盤。當時受到新例影響，成個一手市場可以話係幾近完全停頓，多個大型新盤延期推售，市場觀望氣氛濃厚。唯獨係英皇國際無懼擔市推售全盤103伙嘅唯一。除咗打正高透明度嘅旗號，喺6月1日正式實施新例之前就已經跟足指引，包括提早公布樓書同埋價單，首批單位等同總伙數50%，設交樓標準示範單位，同埋容許市民度尺同埋影相等等之外更加以高價出擊，首批52伙，建築面積平均尺價就達到14,100幾蚊，比起同年1月同埋2月同區先後推售嘅兩個新盤寶雅山同埋晉成峰，首批建築面積平均尺價分別高大概68%同埋近2%9%。發展商咁有信心啦，或多或少都同唯一嘅地理位置有莫大關係。第一，佢係臨海而建，前面分別係高架天橋同埋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都係屬於比較矮嘅基建。唯一嘅住宅樓層由9樓開始，加上採用一字排開嘅佈局，所以成棟大廈由低層至到高層，戶戶廳房都可以享有無遮擋嘅維港同埋海景景緻。天氣好嘅時候更加可以遠眺到昂船洲大橋、青馬大橋同埋汲水門大橋等等，同時都有翻咁上下嘅私隱度。第二，雖然唯一身處舊區，但係變相都代表住呢一區嘅發展相對成熟。好似交通網絡咁啦，由唯一行過去港鐵香港大學站 C2 出口，只係需要大概3至5分鐘嘅步程。但係當然之後都要行翻一段長路先可以去到閘口。唔想搭港鐵嘅話，喺德輔道西同埋皇后大道西一帶都有多條巴士、小巴同埋電車路線往返區內同埋港九新界，所以出入係好方便噶。至於買嘢食嘢就更加唔使講，附近嘅街道都有唔少嘅鋪頭、民生小店、食肆同埋咖啡店等等，又有市政大廈，選擇種類多元化，亦都非常之就腳。喺寶翠園嗰邊都會有個5層高嘅商場，不過之前都有講到啦，大就大啦，但入邊鋪頭同埋食肆都唔多。要行大型購物商場嘅話，去中上環一帶都算快捷。除咗地理優勢之外，唯一亦都提供區內罕有嘅分層大單位。其中喺標準樓層就設有實用面積介乎662尺至到1265尺嘅單位，涵蓋2房連儲物房、2房套同埋3房套連儲物套房嘅戶型，全部都設有緊樹。另外喺9樓就設有連平台嘅單位，同埋全盤唯一一房實用面積662尺嘅1房套連儲物室單位。41樓同埋42樓就係1層1伙，實用面積2600幾尺，5房3套連儲物套房嘅特色戶，分別相連平台同埋天台。喺種種因素之下，就算當年市況淡靜，發展商又開出高價，唯一都依然不乏捧場客。喺銷售嘅第一日就已經賣出咗首批大概7/7嘅單位，亦都佔咗當年5·1假期大概一半嘅一手成交量。旗下藝人都有撐場㗎，容祖兒同埋阿嬌、鍾欣桐就各自買入一伙33樓以上嘅高層單位，而謝霆鋒就喺2017年以大概3000幾萬買入個高層單位送俾妹妹謝婷婷。根據平面圖，高層33樓至到40樓係1層3伙嘅佈局，共用3部電梯。單位都係3房套連儲物套房嘅戶型，實用面積就介乎1172至到1265尺。不過講到最引起關注嘅，非男團 MIRROR 成員姜濤喺2023年初以大概1800萬買入一伙中層私室單位自住莫屬，旋即令到唯一名氣大增，更加令到大廈交投係短暫轉旺。之後嘅半年就錄得4宗嘅成交，超越2022年全年嘅3宗。
姜濤買入嘅單位位於10樓至到31樓嘅標準樓層，同高層唔同，呢度一層4房 ，A 室同埋 D 室係實用面積1127尺嘅3房套連住物套房單位。咁至於 B 室同埋 C 室就係662尺嘅2房，咁見到開則都係差唔多㗎，咁只係 B 室會連住物房，而姜濤買入嘅 C 室一處就係連套廁。今次參觀嘅2房放盤呢，就唔係姜濤買入嘅戶型，而係一個 B 室單位。不過同樣嚟自中層，咁所以睇嘅景呢都應該差唔多。業主喺舊年年中開始放盤，原本叫價1750萬，咁其後累減大概3%，去到最新嘅叫價1690萬，位上嚟尺價係25500幾蚊。我哋先入屋參觀，之後再分析價錢同埋市況。嗱，一入到嚟咧就係冇玄關位㗎，咁已經係望咗一個長直型嘅客飯廳㗎啦。咁要做玄關櫃嘅話，可以喺大門前少少嘅呢一個位置啦，又或者飯廳呢一邊做都冇問題，咁都唔會阻礙到啦擺放一張至少6人餐台之後嘅走動空間。嗱，其實一嚟到啦，我就留意到2樣嘢㗎。咁第一就係呢度嘅樓底都幾高下啦，咁有大概3.5米㗎。咁另外咧就係呢個咁靚嘅海景啦，咁距離好近啊，咁加上今日啦天氣幾好啦，咁有種海天一色嘅感覺。嗱，因為呢度咧就係冇窗啦，咁所以如果要通風嘅話咧，就必須要打開呢一度嘅露台門。嗱，不過因為下邊咧就會係呢個碼頭啦，咁係一個貨物嘅裝卸區，咁加上有啲行車路啦，咁所以其實打開咗之後咧係會有少少嘈。我哋都出嚟露台啦，望一望個海景啦。咁而家視野就更加闊啦，咁可以望晒個全海景。咁而家咧就係向北㗎，咁換言之呢一邊咧就會向西。咁喺黃昏嘅時候咧，應該就可以望到日落啦。咁發展商都貼心㗎，咁見到佢喺兩邊咧都有做到天線制位啦，咁都可以方便翻屋住啦，視乎翻自己中意望邊一邊嘅海啦，而去擺邊一邊係梳化嘅。咁譬如我喺呢一邊擺梳化嘅話啦，咁就可以望住一望無際嘅海景啦，咁但係夜晚就會黑少少。咁如果擺呢一邊嘅話咧，就可以遠眺到九龍嘅樓景啦，咁夜晚咧就會萬家燈火啲。見到成個客飯廳都比較長，客廳呢一邊擺完梳化之後，都仲有條件放多張按摩椅或者 designer chair。至於闊度咧，就大概2.8米，即係大概9尺度。咁喺睇啲房之前咧，我哋都睇埋個廚房先啦。咁佢係呈以環形嘅佈局啦。咁個雙門雪櫃咧就放咗喺度門嘅後面。咁見到張工作台面啦，都幾長下㗎。咁就喺度擺咗個3頭嘅煮食爐啦，咁有個唔細嘅星盤之後啦，都仲有唔少嘅備餐空間。咁而上下嘅一排櫃啦，都有唔少嘅儲物量。一字形嘅工作台面之所以唔能夠伸延埋去到另一邊，係因為廚房相連咗個16尺嘅工作平台啊，咁都四四正正，咁圍欄上面嘅窿窿咧就可以掛多少少嘢啦。咁工作平台同樣向海，咁開頭都有講到啦，大廈嘅佈局都幾高私隱度㗎，唯獨呢一度正對住隔離單位嘅露台。咁業主就喺2018年2手買入單位，由於一直放租，咁所以都大致保留翻原裝設計。而家望上去啦，整體上算保養得唔錯㗎，未至於好殘舊。咁但係點都會有啲使用痕跡，咁下手買家都要執一執。單位屬於2房半嘅戶型，會有一間儲物房，同2間睡房一樣，都係經走廊入，喺近飯廳嘅一邊。冇窗冇冷氣，咁大約30尺度，比較窄長。咁要留意啦，近廳嘅牆身咧都係結構牆嚟㗎，咁所以唔能夠作任何改動嚟去擴大空間。咁喺呢間儲物房對面咧就會係間細房啦，咁都唔細㗎，咁有大概67尺度，咁所以擺喺家私上面啦都係非常之容易。嗱，嗰個時期嘅樓盤咧，通常都會有個特大窗台，想再多啲位用嘅話，或者就可以考慮將張床褥放埋上去啦。轉過去睇睇主人房，喺走廊嘅盡頭，一入到嚟感覺比較窄，咁的確呢度只係闊大概2米，唔到7尺，要做3邊落床就勉強啲啦。嗱，呢間房咧就唔係話好闊啦，咁但係勝在夠長啦，咁所以都有成90幾尺㗎。咁大家又覺得搭唔搭夠到呢？房門一邊有個大粒位，預留嚟放衣櫃，不過就覺得以主人房嚟講呢就比較細啦，可能由呢度伸延出一個曲尺型衣櫃會更加好。咁最後我哋睇埋浴室同主人房呈打對角，都係交樓標準嚟㗎，咁但係設計上就未至於好有年代感。空間唔細，設浴缸，有足夠嘅收納空間，鏡櫃有條件延伸去到座廁上邊。美中不足嘅就係浴室係黑廁，無窗通風。呢度嘅2房都係咁㗎，要去到3房單位先有名次選擇。
唯一伙數少，成交向來都唔活躍，每年平均唔到5宗，所以成交價都未必能夠完全反映到實際市況。好似放盤咁，業主喺2018年樓市高位嘅時候，以1600萬買入單位，但係翻查翻成交記錄啦，就算2021年第4季開始步入跌市，同類型兩房單位，亦即係10至31樓 BC 室嘅成交價都依然硬淨，不跌反升。去到2022年6月嘅時候，更加創出咗大廈兩房新高，一伙中層 B 室單位就以大概1880萬易手，尺價係28,300幾蚊。其後兩房嘅成交價都維持住喺1800萬嘅水平。姜濤就係喺2023年初入市㗎，係去到舊年樓價先回落。業主喺舊年年中放盤，當時嘅叫價係1750萬，都係貼近住市價。舊年唯一嘅4宗成交入邊，兩房成交佔2宗，都係嚟自中層，就分別以1738萬同埋1700萬轉手，尺價係25,600幾蚊至到26,200幾蚊。不過之後業主就調整叫價，減價90萬，去到目前嘅1690萬。由於今年暫時只係有2宗嘅3房成交，所以只能夠參考4大銀行嘅估價，都係估特價，介乎1766萬至到1842萬，比起業主嘅叫價高近5%至到近9%。咁睇嚟業主都係有啲急住賣㗎。代理就話業主係想減磅套現。錯過咗高位，但若果放盤最終成功以目前叫價賣出，以業主當年嘅買入價1600萬嚟去計，帳面仍然可以賺到大概90萬。持貨大約7年，單位升值近6%，跑贏大市大概1成7嘅跌幅。至於買家方面，1690萬嘅物業，借盡貸款額上限1200萬，每月供款係53,900幾蚊，月入要求就要大概107000蚊。如果係買嚟投資嘅話，以今年兩房單位市值尺租大概53蚊嚟去計，放盤月租有大概35,000幾蚊，扣除每尺管理費大概4個2之後，實收大概32,300幾蚊，有近2.3厘嘅回報率，低過同類型單位大概3.2厘嘅大市水平。不過參考嘅成交租盤就位處低層，加上唯一嘅租盤向來都相當渴市，而家全棟就只有2個嘅兩房租盤，叫租由4萬蚊起，或者有機會推高單位嘅租金水平。事實上唯一嘅租值係有跟隨到大市向上㗎。以姜濤持有嘅中層私室為例，差估住最新2025-26年度嘅應課差餉租值係大概40萬，比起2024-25年度嘅36萬勁升1成3，圍上嚟每月33,900蚊，尺租就大概51個2。自姜濤買入單位以嚟，租值已經連升2個年度，合共17.5%。代理就話姜濤進駐唯一之後，大廈知名度提升，令到查詢都增加咗。加上政策推動同埋自身優勢，都令到租金向上。受到政府嘅人才政策支持咧，好多高才專才會嚟香港。咁呢類客人咧，對住屋嘅需求咧，嗰個空間會比較大嘅。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中西區就有名校網加持啦，每一年咧都有好多家長同埋學生會因為選擇住近學校咧而搬到呢一區嘅。咁唯一咧就正正切合咗呢啲用家嘅需求啦。咁所以喺呢度嘅租盤咧都非常之受歡迎嘅。咁所以以上嘅原因都係令到佢嘅租值升咗嘅。至於買賣盤方面，而家唯一就大概10幾個嘅放盤，兩房叫價由1680萬起，三房就由3200萬入場，高層即係33樓至到40樓，比較大嘅三房就係由3800萬起步。睇返唯一今年暫時嘅2宗成交，都係嚟自高層 A 室，單位實用面積1265尺，分別以3920萬同埋3930萬易手，尺價係大概31000蚊，係近5年嘅高位。今年呢2宗成交都係1200尺嘅高層全海景大單位啦，都係由南北對流嘅。咁南面咧就望翻呢個翠綠嘅山景，而北面咧就望翻呢個全海景嘅。咁私隱度都非常之高，喺區內咧1200尺嘅選擇都係非常之少嘅。咁同埋佢係連埋一個車位嘅。綜合以上嘅原因咧，都係令到呢個成交價維持喺3萬蚊以上嘅。
嗱，唯一總共就有50個私家車車位，分佈喺基座嘅1至6樓，咁都係由業主持有。咁代理就話，而家車位月租大概5000蚊，買價就大概250萬至到300萬。咁大廈嘅7樓同埋32樓就係空中花園，而會所就設於8樓，提供室內恆溫泳池、瑜伽室同埋閱讀室等等多項嘅康體設施。睇開呢個 channel 嘅團友啦，都應該知道我比較中意海景單位啦。咁因為望出去個感覺咧，好平靜舒服啦。咁所以今集咧呢一個放盤咧就正正符合到我嘅要求啊。咁不過咧，如果佢嘅房間咧可以再闊啲嘅話咧，就更加好啦。唔知道大家係咪都咁樣諗咧，都可以下邊留言話俾知㗎。咁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嗱，最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